同樣是碰到電，有人只是麻一下，手一縮就彈開，有些人呢卻再也都沒有站起來。你以為是運氣，其實不是。一次的觸電啊，到底是虛驚一場還是說要人命，從來啊都不是靠擲骰子來決定的，而是由4件很具體的要件所一起決定的。大家好，我是 Engineer 蔡。這一集呢，不是為了要嚇你，也不是為了要讓你怕電，我只是要讓你精準的知道危險到底藏在哪4個地方。你要知道它在哪，才有辦法真正的避開它。先跟你把今天的重點講清楚。決定一次觸電傷害有多大的，其實就是這4件事情：電流有多大，電流走了哪一條路，碰了多久，當時在什麼環境，多大，走哪，多久，在哪。你只要把這4個字記住，今後你看到任何一種觸電的狀況，都能夠自己判斷出它到底危不危險。這比你死背一堆的電壓數字還要有用。OK， 準備好了嗎？那我們就一個一個拆開來解釋。在開始之前啊，要先打破一個每一個人都有的錯覺。我問你，電到底是哪裡危險？大部分人都會馬上回答：高壓電最危險，高壓電塔高壓危險，對吧？但是這一句話其實只對了一半。真正流進你身體裡，傷害到你的不是電壓，而是電流。我用一個比喻呢，你就可以秒懂哦。把電想象成是水管裡面的水，電壓呢是水壓，是背後那一股推力，而電流呢才是真的衝出來打在你身上的那一股水。推力再大啊，只要沒有水真的流過你，你就不會有事。但是呢，只要有足夠的電流真的穿過你的身體，那麻煩就開始了。為什麼電流穿過身體這麼可怕？因為啊，我們人類本來就是靠着電在運作的。我們的神經呢在傳遞訊號，靠的呢是微弱的電流。心臟啊每次跳動，背後呢也是一組精密的電訊號在做指揮。我們的全身其實就是一台很精密、電流很微弱的電器。你有沒有照過心電圖？醫生在你的胸口貼的那幾片啊，量的就是你心臟自己發出來的電。你的心臟啊本身就是靠着這一組微弱到要用儀器才量得到的電，一下一下的指揮它的跳動。現在啊，有一股比你身體自身讯號強太多的外來電流硬闖進來，它會做一件事情，把你原本的電訊號整個蓋掉、打亂。肌肉呢會不受你控制的收縮，呼吸的肌肉呢可能被鎖住，而最致命的是它會打亂你心臟的節奏。本來規律的心跳被外來的電流一攪，可能變得很快很亂，也有可能呢只是胡亂的抖動，根本就沒有辦法好好的把血液給打出去。這種狀態啊持續下去就是致命的。所以請你記住接下來這一句話，這是今天所有內容的地基。電壓只是推力，真正打進來傷害到你的是電流。接下來的4個因素啊，全部都是在回答同一件事情：這一股電流到底能夠對你造成多大的破壞？第一個因素呢，也就是最核心的，電流有多大？電流的單位很小，叫做毫安培，英文呢寫作 mA。一個 mA 呢是1個安培的1/1000，聽起來啊小得不得了。你可能对於 mA 到底有多小沒有感覺，但是我這樣講你就有概念了。家裡面的吹風機、電熱水器運作起來的電流呢是好幾安培，也就是好幾千個 mA。你家裡每天在用的電器電流啊都是用幾千個 mA 在算的。但是啊，你等一下會看到，只要區區的幾十個 mA 流過你，就有可能會出事。就是這麼小的東西決定了你的生死。我幫你排一個階梯，你感受一下這些數字的重量。大概1 mA 啊，你會稍微感覺到有點刺，有點麻。差不多呢，就是手指碰到一點靜電的感覺，非常的輕。再往上幾個 mA 會痛，會不舒服，但是呢，你還縮得回來，手還彈得開。到這裡呢，都還在你能夠控制的範圍。而接下來的這一段呢，是整支影片你最該記住的。大概到10幾 mA 會發生一件很多人完全想不到的事，你呢會放不開。而注意哦，這邊呢，你不是不想放，而是你放不掉，因為這一個大小的電流啊，會讓你的肌肉持續用力的收縮，你的手啊要主動的握緊一個東西，靠的呢就是肌肉的收縮。偏偏啊，電流讓這些肌肉鎖死在用盡全力抓的狀態，所以啊，你越想要甩開那條電線，你的手反而就抓得越緊。這個現象呢，有一個很精準的名字，叫做超越了擺脫電流。而這也就是為什麼在很多的觸電意外裡，人呢不是被電給彈開，而是被電給黏住的。再往上到了幾十 mA， 只要路徑對，時間又夠，就足以讓心臟進入那種又快又亂的抖動。這也就是我們剛剛講的會致命的狀態。幾十 mA 是什麼概念呢？差不多就是一顆小夜燈在運作的時候用掉的電流等級，就那麼一點點，只要走對了路，就足以讓一個成年人的心臟停擺。你可能會想要問哦，那到底幾 mA 才會致命？老實說呢，這個數字每一個人都不一樣，跟體質跟當下的狀況有關，所以呢，我也無法給你一個非常精確的數字。
但是呢，方向非常的清楚，你只要記住一句話，不需要到很大的電流，小到你完全想象不到的程度，只要其他的條件湊齊了呢，它就足以致命。而電流的大小是這4個因素裡面的主角，但是呢，他一個人還演不完整出的戲，剩下的3個因素會決定這股電流最後呢會造成多大的傷害。第2個因素，這股電流走的是哪一條路？在開始之前呢，先問你一個很經典的問題：為什麼小鳥站在高壓電線上一點事情都沒有？那條線明明就是高壓的。而答案呢，就是它的2隻腳站在同一條線上，這2隻腳之間呢幾乎沒有電位差，所以電流呢就沒有任何的理由特地的去穿過它的身體。電壓再高，只要沒有形成一條穿越身體的路，它就安全。那反過來講，這也是今天的第2個重點，電流呢不會跑進你的身體裡面就停在那裡，它一定要進得來也出得去，從一個接觸點進去，再從另外一個接觸點出來，繞成一個完整的圈，電流才會真的流動。那這代表什麼呢？代表你身上永遠都是2個點在決定這一條路，電要從哪裡進又從哪裡出，而這一條從進到出的連線中間剛好穿過哪一些器官，就決定了這一次的觸電有多致命。而最怕的那一條路呢，永遠是穿過心臟的。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左手碰到電，右手呢又剛好碰到接地，電流呢就会從一隻手橫穿過你的胸口，再從另外一隻手出去。這一條路正好會從你的心臟上面壓過去。還有一種一樣可怕，一隻手呢碰到電，對側的腳呢踩在地板上，電流呢從手流進來，斜斜的穿過整個上半身，經過心臟，再從腳流出去。這2條都是直接讓電流跑過你心臟的路徑。而相對之下，如果電流走的是同一側的手跟腳，或者呢從一隻腳進，另外一隻腳出，沒有直接橫穿過心臟的話，那風險呢會低一點。但要注意的是我這邊說的是低一點，而不是安全。它呢一樣危險，它只是沒有打中那個最脆弱的地方。這裡呢就帶出一個現場老師傅的動作，你可能看過，他們呢在碰可能帶電的東西的時候會刻意的只用一隻手，另外一隻手呢插在口袋或者放在背後。為什麼呢？因為只要保證那個電流不會從這隻手進，那一隻手出，就不會形成那一條橫穿心臟的回路。而這不是迷信，而是用命換來的經驗。所以你看，同樣大小的電流走的路不一樣，一個呢是虛驚一場，另外一種呢則是天人永隔。路徑呢就是這麼的關鍵。第3個因素，你被電碰到了多久？這個道理呢你一聽就懂，時間越長傷害就越大。但是為什麼呢？我給你2個很具體的原因第一個跟心臟有關，我們的心跳不是每一瞬間都一樣脆弱的，在一次的跳動當中會有一個特別短特別敏感的時間點，如果外來電流剛好在那個瞬間刺激到心臟，就特別容易把規律的心跳打亂成那種致命的亂顫。而你接觸的時間越長就等於一次又一次的去撞擊這個最脆弱的時間點，撞中的機會自然就會越高。而碰到一下馬上離開，跟被黏住好幾秒，這個中獎的幾率呢會差非常的多。而第2個原因呢跟電有關，電流通過身體就會發熱，時間越長，累積的熱呢就越多，對於皮膚跟身體組織所造成的燒傷就會越嚴重。現在我要把第1個要素跟這個因素呢串在一起，讓你看今天最可怕的一件事情，一個惡性循環。還記得剛剛說的放不開嗎？電流一大你就放不開，放不開代表什麼？代表你接觸的時間被電流自己硬生生的拉長。於是電流太大，你放不開，時間呢就被迫拉長，傷害呢快速的累積，然後就更加危險，然後它會自己呢越滾越大。所以呢你會發現，能不能夠在第一時間脫離，往往呢就是有事跟沒有事之間最關鍵的那一條線。差1秒跟差5秒可能就是2種完全不同的結局。那順便提醒一句記得要用木棍之類的絕緣體，才不會導致呢為了救人而把自己搭進去的狀況。第4個因素，你當時呢在什麼樣的環境？這一個呢最貼近你的日常，也最容易被忽略。關鍵呢其實就只有一個字：水。我先給你一個新的角色，叫做電阻。電阻就是我們身體對電流的阻擋能力。電阻越高呢，電流就越難通過，你呢也就相对的安全。而電阻低呢，電流長驅直入，你就會危險。那什麼東西會讓你身體的電阻瞬間垮掉呢？那就是水。當你皮膚乾的時候電阻其實還蠻高的，可能有好幾萬，是一層還不錯的保護。但是只要皮膚一濕一流汗，或是環
境很潮濕，那這一層的保護呢就會瞬間崩掉，電阻呢可能只剩下原本的1/1000甚至幾百。那換句話說啊，在同樣的電壓之下，穿過你身體的電流可能一下子就暴增了好幾倍。而這也就是為什麼同一條的電線，乾手去碰呢可能只是麻一下，而濕手去碰卻有可能會致命。差別並不在於那條電線，差別呢在於你當下的身體環境。所以哪一些場合特別危險，你現在呢應該也都猜得到了，像浴室啊，剛洗完手，下雨天的戶外，滿身大汗的在工地裡面施工，或是站在濕噠噠的地板之上，這一些啊都是把危險偷偷放大的環境。這些場合啊還有一個共同點，你的身體是濕的，腳下踩的地方呢往往也是濕的，那等於電流進跟出的2個接觸點啊，同時都會變得超好導電，危險呢就是這樣子雙倍加成上去的。還有一個很多人沒有想到的隱藏危險哦，高處。在高的地方作業，就算那一股電流還不足以讓你直接致命，但是啊，只要我們的肌肉被電流一擊，猛地一縮，整個人呢就有可能直接從高處摔下去，而最後真正要命的呢反而是那一摔。所以環境啊從來都不是配角，而是危險的放大機，它會決定前面那3個因素到底是被壓下去還是被狠狠的放大。好，這4個因素呢講完了，多大，走哪，多久，在哪。但是啊，我要提醒你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這4個因素啊從來都不是各管各的，他們真正可怕的地方啊是疊在一起。單獨看啊，每一個可能都好像還好，一旦湊在一起，結果呢可能就完全不一樣。我們今天呢就用一個真實的案例，把這4個因素呢合起來看一次。2023年呢，在台南有一名工人，他其實已經把焊接的工作都已經做完了，他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只是收拾電焊機的導線跟焊接柄，就只是收個線而已。結果啊，他在收線的過程當中，因為感電而身亡。那現場量到的電壓是交流88.3伏特，你注意這個數字88.3伏特，其實比我們家裡面插座常見的110伏特還要低。問題就來了，電壓不算高，人呢也不是在通電焊接，只是在收線而已，為什麼搞到最後還是沒有救回來？今天講的4個因素呢，我們先全部對過一遍。我呢也把現場的條件一個一個講給你聽。第一個，他當時呢身上並沒有穿着上衣，而且全身都是汗。第二個，那一只焊接柄的絕缘啊已經失效了，裡面帶電的金屬啊直接碰到了他的左胸。第三，在同一個時間點呢，他的右膝外側正好呢靠到了旁邊那個鋼制的圓管上。好哦，答案呢其實已經浮現出來了。我們先看環境，滿身大汗又沒有穿上衣，皮膚呢又濕又裸露，電阻呢已經被壓得很低，讓電流呢變得非常的容易通過。再來看路徑，電流從他的左胸進去，正好經過心臟，再經由右膝流向那一根鋼管，最後呢接回到電焊機的回路。左胸、心臟、右膝、鋼管，而這一條呢就是直接穿越心臟的致命路徑。那電流多大，碰了多久呢？老實說，實際穿過他的身體的電流有多少，接觸了多久，在報告當中並沒有提及。但是你看，光是環境加上路徑這2個因素湊在一起，就已經足以致命。所以啊，觸電到底有多危險，從來不是看到電壓一個數字就能夠下結論的事情。真正要看的還是有多少電流通過你的身體，走過了哪些位置，持續了多久，以及當時的環境是讓電流更容易還是更難通過。把這4件事情一起看啊，你才看得到危險的全貌。而說到底，最安全的方式啊，永遠就只有那麼一個，不要讓你的身體成為那個回路的一部分。下一集呢，我會帶你去看一個你每天都在碰卻沒有想過的東西——插座。為什麼插頭一插進去就會有電？它的背後呢，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好，如果今天這一集呢，讓你對觸電這件事情有了一份該有的警覺，麻煩幫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這個頻道呢，就是專門帶零基礎的人一步一步看懂電這個世界，也把安全的底子給打穩。也歡迎你在留言告訴我，這4個因素當中有哪一個是你以前最容易忽略的？我是研究您的菜，帶你看懂電工的世界。我們下一集再見，拜拜。